今天为追求效率的朋友们介绍一套生产力工具，它的名称叫做 AutoHotkey。那顾名思义呢，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平常需要透过键盘来做输入的一些动作呢，帮我们做一些简化，让我们的输入的效率呢能够大幅的提升。那首先我们先来说明 AutoHotkey 是什么东西呢？就像刚刚讲的 AutoHotkey 它事实上就是一个简化键盘跟滑鼠输入的一个生产力工具，主要呢，它能够很有效的来提升我们输入的效率。只要我们目前的输入的媒介呢还是键盘的话，那么 AutoHotkey 都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有效率的一个输入的方法，让我们来使用。那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透过它提供的一个脚本语言，它可以来帮我们控制我们键盘上面的所谓的热键。也就是说，你可以键一个快捷键，或者是热字串 hot string。它意思是说，我们打了一个简单的缩写以后，它就能够扩展成一个我们需要的一个比较长的文字。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可以处理热键跟热字串。那它提供了它的一个脚本语言，这个脚本语言呢，事实上是非常简单的，只要你透过我的这个影片呢，应该很快就能够学习到了。一点都不难，非常的简单。那虽然它的这个语言很简单但是它却提供了很强大的功能。基本上我们在视窗里面的一些对于视窗的控制啊、键盘的输入等等呢，都可以透过它这个语言来做。那这次呢，为了简单的说明呢，我们透过了一个编辑器，叫做 Auto GUI 这一个编辑器。那这个 Auto GUI 呢，其实它也是使用 AutoHotkey 来写的一个工具。那透过它，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来完成我们要 AutoHotkey 要做的这个所谓的热键跟热字串的。那当然，首先呢，我们就是到 AutoHotkey 的网址去下载 AutoHotkey 下来，同时也到 Auto GUI 的这个编辑器的这个网址呢去下载 Auto GUI。那 Auto GUI 呢，它是需要跟 AutoHotkey 的版本来做配合的。那目前呢 AutoHotkey 呢，你一定要是 1.1.23 以上才可以使用目前最新的 Auto GUI。那如果说我们从 AutoHotkey 的官网去下载的话，那当然它一定就是最新版的，那一定这两个工具就能够搭配起来。好，那 Auto GUI 呢，它其实就是一个 AutoHotkey 写的一个编辑器啦，它就是适合让我们来写脚本的一个整合性开发环境。那我们接着呢，就可以实际来写一下那这个安装呢，第一个就是你到 AutoHotkey 的网站里面去下载最新的版本，再到 Auto GUI 的这个 download 的画面里面这个网页里面再去下载新的 Auto GUI。那首先你要把 AutoHotkey 给安装起来 ，AutoHotkey 安装起来以后呢，你就可以到你安装 Auto GUI 的资料夹里面呢，来找到它这里面就会有一个Auto GUI.ahk。AutoHotkey 的副档名就是.ahk 这个档案。那只要你 AutoHotkey 安装好以后呢，以后你只要对这个.ahk 的档案呢做 double click， 那它基本马上就会帮你把它的这个执行的内容给显示出来。好，接着我们先说明一下 hot string 跟 hotkey 的基本的语法hot string 呢就是前后加2个冒号，然后在冒号里面写上你的 hot string 就可以了。那按键的话就是先写按键的一个描述的一个文字，再加2个冒号，后面再接我们要执行的动作，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执行的动作当然就是要透过我们到时候可以查它的一些文件来，就可以知道说有哪一些可以执行的动作可以来使用的。那我们就先用 AutoHotkey 来建立档案那首先当然就是我们先把现有的这个程式关掉，到你安装 Auto GUI 的这个资料夹里面呢，你就可以找到 Auto GUI.ahk， 然后你就可以 double click， 它就会帮我们把 Auto GUI 给打开了。那像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写我们的脚本了。好，那我们刚刚这边已经有说明了我们的 hot string 呢是用2个冒号。然后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PC 这个都已经有设过了我先把
已经安装好。如果在执行的 AutoHotkey 执行的脚本呢，其实是在我们的系统夹里面就可以看到它哦。这个绿色的 H 就是 AutoHotkey。我们先把现有的 AutoHotkey 全部都关掉，那表示说我现在没有执行的 AutoHotkey 的脚本。好，然后我们再重新再试一遍。好，冒号 PC。好，那我们这个 PC 如果我打了这个 PC 呢，我是要把它变成是电脑。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建的第一个 Hotstring 的。好，那我们可以再建一个，再建第二个，比如说冒号 TW， 再冒号是台湾。好，那以后我们在输入的时候，我只要打上 PC， 它就会自动变成电脑。那输入 TW， 它就自动变成台湾。我们先把这个档案给存起来。好，比如说我要把它存在我的这个 util 的 auto GUI 这个里面，我要把它叫做 test1。好，按 Enter。那它这样子呢，就已经帮我们把这个档给储存起来了。那我们要来执行这个脚本档的话呢，在 auto GUI 里面呢，你就可以按右上角的这个 execute。那它就会帮我们执行了我们的这个脚本档。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做测试？在我们的脚本档里面，它的注解就是说明性质的这个文字，不执行的话，我们可以用分号开头，这就是一个注解。好，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就可以开始输入。比如说我要做测试，我输入了 PC 以后呢，按空白键，它事实上它就变成电脑了。我输入了 TW， 再按空白键呢，它就变台湾了。好，那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就建立了我们的热字串。好，那下面呢，我们再举一个多列的例子比如说，我要建一个地址，然后这个地址呢可能是很长的，那热字串呢，它可以用括号就是你只要用括号括起来，你就可以打很多行了比如说我这边是台北市。比如说，信义区，信义路100号。假设就是这样子那我们要执行之前呢，记得要先储存，然后呢再执行一次。那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执行过一次 AutoHotkey 了所以已经在我们的电脑系统里面呢，它已经执行起来了。那你如果要再做第二次执行的话它就会提醒你说已经有一个旧的在执行了，你是不是要把它覆盖掉？好，我们就先选是。那这样它才会有一个新的这个 ADDR 的这个设定会出现。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就可以来做测试。那因为我们这是多列的是3行嘛那问题是这个分号它的这个注解只是1行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加一个多列的注解它就是用斜线星号斜线。那夹在这个斜线星号跟星号斜线里面的东西呢，就是注解不会执行的那我们就可以打 ADD 空间棒，它就会自动变成3行了。那这个就是热字串。那各位会注意就是说，因为我们最后的那个触发它的那个字元那个空格我们事实上它会出现在你的输入的内容里面比如说我们再打一遍比如说我打这个 PC 按空白，它在这个电脑的脑的后面呢，它就会自动插了一个空白进来。那我们如果不希望有这个空白出现的话，要怎么处理呢？那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我们的第一个冒号的后面加上一个 O。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它的触发的那个字元呢，就把它给省略掉了它是 omit 的意思 ，omit 把它省略掉那个空白的意思。好，那我们记得一样要按储存，再按执行。好，一样就是要把旧的给覆盖掉，是。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试它这个空白是不是就可以不见比如说我打 PC 空白。你会看到它的游标其实就紧接在脑的后面，并不会多一个空白出来。好 ，TW 好，所以这就加上那个冒号 O 的这个用途了好，然后我实务上我会建议大家把它这个 Hotstring尽量用一个
半形的特别的符号来做开头，不要直接就用英文字来做代表，以免得你在做一般性的输入的时候，系统不晓得，它就自动帮你做了这个热字串的转换哦。比如说我们打一个网址哦www.google.com.tw 空白，结果它就帮你把这个.tw 的 tw 呢，就帮你换成台湾的。然后这个当然不是我们需要的哈，那所以我会建议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加一个，看你是用斜线还是用逗点，就是我们要打的这个热字串呢，都就用一个半形的特别的符号开头，那这样子呢就不会跟我们打的这个一般常用的这个.tw 就不会重复了就不会你不需要的也被它转换了好，我们储存。再执行一次覆盖旧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做一次的时候呢，这个当然就不会触发我们上面的这个设定了，所以这个.tw 就会是正常的.tw。那你真的要出现这个台湾的时候呢，当然就是用斜线 tw。好啊，这个刚刚其实是斜线逗点 tw， 你也可以用 tab 键，tab 键跟空白都可以拿来当做是它扩展用的这个字源。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介绍简单的热字串。那这样意思是说，你很多很常用的东西，你都可以用这种一行式的，或是这种多行式的，你就可以把你很常用的一些字串，透过这样的方法就给建立起来了。那这样子将来我们在做键盘输入的时候呢，就可以很快的就达成这个输入的一个效果。好，今天先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